便秘、腹泻、爱放屁，这些都是时常困扰现代都市人的问题。如果有一个超级食物，除了能让你减少这些胃肠不适，更重要的是，它还能辅助你的体重、血压和胆固醇处于较低水平，同时降低心脏病、中风及2型糖尿病的死亡风险。而且它还很便宜，超市里随处可买到。你有兴趣了解它吗？大家好，我是老张。对于已经有这些健康困扰的你，强力推荐今天这期视频。接下来我们将带你重新认识这款好物，它就是膳食纤维。膳食纤维又被称为第7大营养素，它或许不是世上最诱人的食物，却是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的人类生存必需品。因此，世界各国卫生机构都鼓励人们增加饮食中膳食纤维的含量。可即便它的好处多多，却有90%民众摄取不足。本期的视频会告诉你膳食纤维的好处，吃过膳食纤维的各种窍门，避开盲目乱吃的小贴士。首先，我们来看看膳食纤维的好处有哪些。1. 防止便秘和溏便。众所周知，绝大多数膳食纤维都可以帮助通便，它就像一个吸尘器，将散落在你肠道中的小型粪便颗粒聚拢在一起，增加粪便的体积和湿度。非可溶性膳食纤维还可以机械性地将这些成型的粪便推出你的肠道，它还可以帮助你吸收肠道中多余的水分，有助于缓解溏便及大便不成形。2. 控制餐后血糖。洋车前子壳粉和低聚甘露糖等纤维在我们的肠胃中遇水会形成粘性极强的胶状物质，这些像果冻一样的胶状物质会包裹住我们吃下的其他食物，大大减缓食物被消化的速度，减少血糖波动，有助于控制餐后血糖。此外，纤维让食物消化速度变慢，还有助于延长饱腹感，减少食欲，促进减肥。3. 滋养有益菌，减少肠气。我们的肠道里总共驻扎了500余种，高达100万亿个细菌，这些细菌绝大多数都是对人体有好处的益生菌，保护人体健康。但也有少数让我们肠道不健康的坏菌，比如大肠杆菌。好菌与坏菌会在我们身体里相互竞争，形成菌群平衡。低聚糖、菊粉等膳食纤维可以作为好菌群的食物，帮助挤压坏菌的生存空间，减少肠气的产生。所以这些膳食纤维也被称为益生元。同时，肠道菌群在吃下膳食纤维的过程中，还会释放出具有消炎作用的短链脂肪酸、磷酸。磷酸能改善肠道炎症，减少肠道疾病的发病几率。4. 显著减少心脑血管等疾病的死亡风险。根据发表在知名医学期刊《柳叶刀》的报告指出，经过分析185份研究和58个临床试验，结果显示，和膳食纤维质较少的人相比，膳食纤维摄取较多的人在心脏病、中风、2型糖尿病、结肠癌，甚至其他因素引起的早死风险降低了15%到30%。尤其当每日膳食纤维摄取量增加到25到29克，风险更是显著下降。同时，研究报告也显示，高膳食纤维饮食有助于让体重、血压和胆固醇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每天补充25克膳食纤维。美国卫生部建议，成年男性每日补充38克膳食纤维，成年女性每日补充25克膳食纤维。如果你很魁梧，你可以适当多吃一点。然而，实际情况是，全世界大多数人每天膳食纤维摄取量少于20克。根据2016年出版的《
中国居民膳食纤维摄入白皮书显示，中国居民膳食纤维摄入严重不足，每日摄入量只有11克，还不到推荐量的一半。在英国，10位成人中，更是不到1人能够每天吃足30克膳食纤维。台湾癌症基金会也曾统计，90%以上的民众膳食纤维摄取不足，男性平均每天只摄取13.7克膳食纤维，女性14克，比卫福部建议的每日摄取量25到35克少了将近一半。虽然许多食物富含膳食纤维，如水果、蔬菜、早餐谷物、食用全谷类的面包和面食，还有像是扁豆、鹰嘴豆等豆类，以及坚果和种子等，但要在饮食中增加膳食纤维并不容易。大部分常见蔬菜，如西兰花、菠菜、菜花、圆白菜、茄子等，每100克膳食纤维含量都小于 3.5 克，而妈妈们认为富含膳食纤维的芹菜，每100克中膳食纤维只有 1.6 克。奥克兰科技大学的营养学教授艾琳拉什举出以下例子，告诉我们如何能够达到25到30克的纤维摄入量。半杯燕麦片等于9克纤维，2块维多奶等于3克纤维，1块厚的棕色面包等于2克纤维，1杯煮熟的扁豆等于4克纤维，1个连皮煮熟的土豆等于2克纤维，半杯金拔菜等于1克纤维，1根胡萝卜等于3克纤维，1个连皮的苹果等于4克纤维。不过，在饮食中增加纤维的摄入并不容易，因此，英国国民保健署介绍了一些方法，让民众可以简单快速地提高膳食纤维摄取量。例如马铃薯连皮烹调，将白面包、白面、白米饭换成全麦，选择高纤谷物早餐，如燕麦粥，在咖喱或沙拉里面加些鹰嘴豆或扁豆。点心选择坚果或水果，每天吃至少5样蔬果。粗粮和豆子的膳食纤维含量是较高的，但是粗粮和豆子的碳水太高，正在执行低碳水的朋友不能多吃，所以还是应该少吃粗粮，多吃蔬菜和坚果来补充纤维，比如大杏仁、牛油果、黑巧克力、树莓都属于低碳水高纤维的健康食品。如果平时没有吃上面几种食物的习惯，只想靠吃蔬菜来补充足够的膳食纤维，那么每天至少要吃800克蔬菜。但对大部分的外食族而言，可能怎么都比较难达到标准摄入量。如果你每天吃不够标准摄入量，那有没有简单快捷补充纤维的办法呢？答案是肯定的。当你明显感觉摄入不足需要补充的时候，建议再加上膳食纤维补剂作为额外补充。市面上的膳食纤维补剂常让人看得云里雾里，虽然说都叫膳食纤维，但不同的膳食纤维功能完全不一样。有的不能帮助缓解便秘，但可以促进肠道健康；有的可以降血脂，可是对便秘无效。所以在补充膳食纤维之前，你需要了解它的功效之后再来进行挑选。便秘人群建议选择洋车前子壳粉、低聚甘露糖。降血糖、血脂人群建议选择洋车前子壳粉、低聚甘露糖和贝塔葡聚糖。腹泻人群建议选择洋车前子壳粉。需要改善肠道健康的人群建议选择华尔胶、低聚甘露糖、菊粉和贝塔葡聚糖。要特别提醒的是，膳食纤维质也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如果每天摄取超过50克以上，可能会阻碍人体对铁、锌等矿物质的吸收，容易造成缺铁性贫血、伤口愈合不佳的慢性疾病。此外，
吃进大量的膳食纤维后，还要记得补充水分。如果少了水分这层润滑剂，不仅粪便会变得又干又硬，难以排出，如果粪便停留大肠的时间过久，大肠还会将粪便中的水分再吸收利用，让粪便变得坚硬如石，不仅无法改善便秘，反而还容易引发便秘。看到这里，你有没有发现膳食纤维和之前了解的不太一样？希望今天这期视频能够帮你重新认识膳食纤维，不再把它当做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同时，也希望你能像关注蛋白质摄入量那样，留意自己和家人每天膳食纤维吃够了没。感谢您收看我的视频，智慧养生，我是老张，祝大家都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快乐常伴。下期我们不见不散。